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肥瘦身并不难，只要你方法用对了，你会发现你的体重管理也能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套中式的经络健身拍拍操。这套拍拍操不仅是糅合了我们一些经络在里面把我们的经络疏通，打开我们的气血循环通道，更加把运动的元素也糅合在一起。你只要把这两者合在一起，每天坚持练上10分钟。你会发现你的身材管理的就越来越好了。好了，咱们今天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打开视频跟着我去练。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作为道具，拍打全身。这2把经络拍不仅结实耐用，而且呢握持感非常的好，拍打在身体上面也非常的舒服，渗透力也更强。所以用2把经络拍来作为健身辅助道具是再适合不过的。我们现在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咱们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摇晃小腹拍带脉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们以腹部中间为一条线，然后用拍子从里到外进行拍打，就像我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在拍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要进行一个摇晃。那这个摇晃它并不是没有规则的摇晃，而是非常有规律的。给大家做个慢动作演示你看我拍子举起来，拍打在腹部，然后我的腹部内收往前顶，进行一个旋转。你看这样是迎合着我们的拍子拍打上去的，然后再到下一个点，1、2、3、4。那么点位呢就是内外内外，这是拍打的点。好，我们来做快点，1、2、3、4，2、2、3、4，3、2、3、4，4、2、3、4就这样拍起来感觉是非常舒服。而手的一个拍动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拍的时候，你看手平举是用手腕的一个绕动你看臀部跟着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了。这个动作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大概用时2到3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舒服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做的时候，这个腹部一定要向内收紧，千万不能顶着肚子去做。好，做完了第一个动作，咱们还要有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小步健脾足三里你看这个动作我们拍子双手指着指这个足三里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身体微微俯身，脚来回的一个颠动看好了，然后我们用拍子拍打上去，速度不用很快这是一个运动，我们就仅仅这样去做，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运动量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元素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足三里在做的时候足三里大家都知道对脾胃好，对不对？我们在做的时候，不仅通过动作刺激了我们的一个运动量，同时呢去击打这个足三里，让我们的脾胃更好我们就这样做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起来的时候手是来回的抖的你看来回的抖，然后呢，你的拍子自然而然就点在我们足三里的位置上面。那么我们在抬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其实也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腿一抬，拍子敲上去，然后再换一个腿，再敲上去，所以是左右这样。大家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大家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也是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第3个动作叫做正踢步通肝胆，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来，1、2、3、4这个动作做起来有什么讲究呢？你看我们手是这样拿的手把它架起来，然后你看腿往前踢的时候，脚尖要绷直它是一个正踢步，小腹内收，然后你看1拍打在我们大腿内外侧偏后一点，然后2，然后再来小腿做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腿上的这个经络给放松了脚尖做的时候一定要往前去压，往前去勾。所以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不仅会感觉你这个腿有一种变瘦的感觉，而且呢你会感觉这个腿变得非常舒服更加有力气。这个就叫做正踢步通肝胆其实呢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动作的，特别是咱们很多腿脚不好的朋友们经常去练，不仅把这个筋给拉通了，而且呢把这个经络也给打通了。通过这个动作练习，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去做上一个50下左右，非常的舒服
做完以后，你活动一下腿脚，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最后一个动作呢，叫做回头望月斩极拳。怎么去做啊？非常简单。你看，我们手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转啊，转的时候，你看腰腹带动啊，腰腹带动一转，转过来以后，我们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把我们的极拳啊暴露出来，然后一个拍子啊是拍打在我们脖子后面的大椎，一个拍子呢是打在我们的极拳。你看，来1、2下转。2、3、4，来侧面给大家演示，5、6、7、8啊，就这样反复去做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有白白肉的啊，这个大椎后面有肉的，我们就这样去做啊，能打开，完全打开，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动作也是我个人啊非常喜欢的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啊，你会感觉你的上身啊非常的通透啊，活动起来啊非常的舒服，整个后背啊也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好，我们这个动作每天也是坚持去做上一个100下。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就单纯的你看这样去做就不行，一定要带动什么呢？你看腰转啊，去拍打2下，腰转去拍打2下啊。把这个动作的核心给它做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完成，才能保证这个动作的一个效果。好了，咱们4个动作都分享到这里了，每天全部做完，大概耗时就是10分钟的时间。但是这10分钟做完以后，你的一天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好了，这一套动作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准备1把，一定要是2把。1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种被动的敲敲打打，它编排不出动作。只有准备2把经络拍，才能跟着我一起把这个动作给完成，发挥经络拍的一个性价比。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跟着做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问我们的身体上面哪一块部位最难减，肚子说它是第2，就没有其他部位敢争第1。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上面肚子是特别的难减，而且呢脂肪是特别容易堆积呢？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啊，你会发现咱们身体上面只要使用少的部位，它都特别容易堆积脂肪，只不过肚子这个位置呢特别的显眼罢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手臂下方，我们的腰腹部啊，我们的大腿内侧啊，包括我们的臀后啊，都是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啊，就是日常我们运动当中或者日常我们一些行为当中，它用的都特别的少。所以呢，脂肪特别容易堆积，就是因为它的局部代谢会变慢。但是腰腹部不一样啊，腰腹部它的脂肪堆积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美观，同时呢，很多人啊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内脏脂肪的啊。如果呢内脏脂肪过多，还会影响其的一个运化。所以呢，减去我们腰腹部的一个赘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道家的跪3点。这个动作是专门去激活我们腹部深层的一些肌肉，加快我们局部的代谢。你坚持练上一个30天，你会发现你的腰围啊会收窄很多。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腰腹部有明显感觉的啊，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一起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咱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所谓跪3点啊，就是我们以跪姿啊，大家看，但是腿是悬空的，看到没有？腿悬空的啊，点3个位置，分别是哪里呢？我们的外侧、中间，还有我右边的外侧啊，3个点，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演示。你看，腿并拢，膝盖并拢以后，就这样，身体旋转，点一下，回碰一下中间，再碰一下外侧，再来1、2、3、4、5、6、7、8啊。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它对于我们的核心，对于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刺激啊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很多人啊感觉这个动作可能只能练到我们腰腹，其实不一样。我们做完了以后啊，的朋友会感觉我的腰腹啊里面胀胀的啊，酸酸的，腿部的肌肉也会感觉酸酸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咱们来讲一下呼吸啊，这个动作的呼吸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吸口气啊，大家看啊，你看，吸口气，碰地的时候吐气，啊，就这样去做。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腹啊要往内收，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给大家演示一个错误的动作啊。我们做的时候啊，身体啊是垮着的啊，背是弓着的啊，然后这样去做是不行的。
身体啊保持平衡。你看1、2、3、4、5、6啊，就这样反复的碰地。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作给全部完成了。咱们今天这个动作啊，左右来回算1次啊，每天做上5到10次，以自己腹部的感觉为准啊。就是你做完以后啊，这个腹部要有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够了。每天去练上一个3到5分钟的时间，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有一个神奇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后背。背部这个区域啊，非常的特殊。特殊在哪里呢？你看啊，年轻的人啊，一般他背部不容易出问题啊，都是在颈椎、我们的腰椎容易出问题。而老年人呢，中老年人，他们大多数出问题的地方啊，都会在后背。摸起这个后背来啊，两边会有一些非常坚硬的条索，而且呢，老年人总是感觉这个背部啊伸展不开，而这个后背啊感觉空空的、凉凉的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的背部啊，它并不是说年轻人不容易发生问题，而是背部呢，它会向两端传导啊，就是我们说的链式反应。什么叫做链式反应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手上啊拿着一根这个铁链啊，这个铁链就把它绷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中间把这个铁链啊把它拎起来。那你会发现它的力量会往哪边传导呢？就是往两侧啊。一旦两侧达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那么这个力量又会向中间去进行一个传导。所以呢，你看年轻人啊，他不是背没有问题，你去按他的背部啊，他也会有一些条索状的一些结节，只不过是这些力量会被我们的颈椎和腰椎代偿。但是呢，代偿它总有一个极限，一旦到达你的极限以后呢，它就会集中的向你背后啊进行一些反馈，背就会感觉特别的僵硬，特别的不舒服。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是想让大家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那么今天啊，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帮助我们很好的解开我们背后的筋结，让我们的背啊气血变得更加的顺畅。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今天带来的一个好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动作。首先呢，给大家做一个动作的演示。这个动作啊叫做旋转牵拉法啊，什么意思呢？你看，一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一手放在我们的后腰处啊。此时我们这个腹部啊要向内收紧啊，小腹向内收紧，然后呢开始慢慢的转身，吐气。头啊是跟着我们的身体一起转，比如说我的身体往我的左侧，头也要往左侧看。小腹一定要保持收紧，吐气，吐到你的极限，你会感觉啊，你的后背这个筋啊被扯得非常的紧，一些原来啊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啊，逐渐开始暴露出来。那么这个动作就是你的极限啊，比如说在这里，我就能感觉到我的后背的筋啊扯得非常紧。那么此时我保留大概在2秒钟左右，好，回正。回正了以后呢，手换一个方向啊，就是我往右侧转，就是右手在前啊，贴着我的腹部，再来。缓缓的转身，好，然后把头啊，你看转过去，吐气，小腹一定要保持收紧，好，再回啊，就这样。我们一般左右啊各转大概2到3次，是把我们的筋啊伸展开来。因为我们的背部肌肉啊，大多数啊是纵向的一个布局啊，它的排布一般是纵向的，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做旋转，在旋转的时候就把这个筋啊给它拉开来了。好，这个动作啊其实是作为一个热身。那么动作做完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动作要来了啊，就是刚刚的动作把我们的后背其实已经打开一部分了。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手交扣在一起。扣在一起，手放在我们的身后啊，一定要把手臂啊尽可能的往下压，撑直。你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后边看一下啊，手交叉在一起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此时呢，我们转也是一样的转，腹部也是一样的要收，只不过是动作变成了，你看啊，手往后啊，你看手往后抬起来，然后转身。看好啊，你看转，吐气，好回。好，再来啊，侧面再看一下啊，你看，转，吐气，回。好，不同的角度看一下啊，你看，抬手转，吐气，到你的极限，保持2到3秒钟，回。好，再来，你看，转，极限保持2到3秒钟，回啊。
记住了，我们转的时候啊，一定要配合什么呢？吐气、小腹内收啊，这2个是动作的核心。手呢是尽量往后去抬，抬得越高越好。然后后背的肩胛骨啊是往后夹，夹得越紧越好。在这些稳固发力的时候呢，我们去转身。那么此时就能把你的后背的所有僵紧的一些筋节啊，给它完全的拧开来啊。就这样的话呢，你做完以后去活动一下你的后背，最神奇的反应啊，就是感觉后背特别的轻松。然后呢，你可以去照一下自己的镜子啊，从侧面看一下，你会发现整个背部啊一下挺拔起来了啊。这个呢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动作，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同时呢可以转发给身边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王牌健身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3分钟打开你的全身经络，并且呢，很多人都反馈啊，做完5下以后啊，身上就会出一些汗，而这些汗呢，和平常出的汗还不一样，出完以后啊，身上就会感觉特别的畅快淋漓。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出汗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咱们这个动作的名字呢叫做空抓手，和大家以往见到的这样抓手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种概念啊。我们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大家看啊，腿分开啊，腿分开，然后我们前侧的这个腿部膝盖啊，稍微微微的弯曲啊，不要弯曲太多，稍微微微的弯曲就可以了。把手像我这样啊，往后打开，身体的重量呢往后压，小腹收紧。好，然后吐气的时候把手抓出去啊，大家看啊，你看。啊，看到没有？这个动作它究竟神奇在哪里呢？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动作啊。很多人如果我不讲解的话，你是不会明白的。你看，身体往后的时候像什么？像一个无形的弹簧，把我们的所有的重心压在我们的后腿，同时呢腰腹收紧，整个身体啊就像一个弓一样啊，把它的张力啊拉到最大啊。把手打开啊，5指分开。然后吐气的时候，后腿啊就像这个弹簧，快速的往前一蹬，前腿接力啊，把手探出去啊，手探出去，握拳，再回来啊，再来，2、3、4啊，就这样。你去做一个4到5个以后啊，慢慢的感受这个发力。刚开始大家做的时候啊，可能会感觉哎，这个发力啊有些不连贯。但是呢，你只要能去把这个动作，你看这样做起来，啊，后腿往后腿侧压，然后后腿一蹬到前腿，然后再把我们的手探出去啊，抓拳，你看，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手打开，身体完全打开，1、2、3、4啊，就这样往前去抓。咱们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手你看往前啊，握拳回啊，就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我们整个讲啊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所有的力量啊都是一个弹震发出去的力量，而不是说啊就是普通的啊这样去抓，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把这个力量啊融会贯通。在练的时候啊，不仅仅是锻炼了我们的腿部，同时我们腰腹部的核心啊，我们整个手掌啊都得到了一定的训练。所以呢，这个动作你只要掌握了其中的细节，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动作给自己身体啊所带来的帮助。咱们最后还要再讲一句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左右腿的问题啊，你看我的左腿在前，比如做了5下到10下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换腿啊，换腿也非常简单啊。身子一转啊，这个时候你看腿不就换过来了吗？再继续啊，把这个动作啊左右换着去做啊，一般一侧做个5到10下，再换一边，然后感觉自己累了呢，就休息一会儿。每天做上一个20个到30个左右，你会发现啊，身体啊就特别的畅快，特别的舒服。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学会了以后啊，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不好的人，动力不够强劲的，今天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超慢跑。这个动作其实已经非常有名了啊，在一些权威的杂志上面也报道过。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动作简单啊，在家里面就能做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还能够刺激到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运行，增加我们心脏的一个活力。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这个超慢跑虽然简单，但是其中有一些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我们双腿啊微微并拢，然后呢，你看啊，走1、2、3、4啊，这是一个慢动作，给大家演示5、6啊，就这样，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好。做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啊，第一个是小腹要往内收紧，第二个是呢后背啊要打开啊，就是说我们的肩胛骨要夹紧，把这个动作做好。那么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我这个动作拆解起来，慢动作，我脚抬起来的时候，此时我是脚尖点地，大家看啊，脚尖点地，我的脚趾呢要往下勾啊，就是说我穿鞋子大家看不出来，我们脚尖点地的时候，我们的大拇指包括其余4个脚趾啊都要往回去勾，去有一种踩着地啊往回发力的感觉，抠着地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下啊，我的脚趾都要发力，而不是单单的你看这个动作就这样去做，这样去做的话啊就太散了，那做起来的效果啊肯定也是平平。所以呢，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架子啊给它立起来。什么叫做立架子呢？大家看啊，我做个散的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比较散啊。架子怎么立起来呢？你看腹部一收，后背肩胛骨一夹，你看整个人是立起来了。然后呢，开始做，脚趾发力。你看这样去做的话啊，正面看一下，这样去做的话啊，是不是和刚刚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就是把这个架子啊给它立起来啊。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腹部收紧，后背的肩胛骨夹紧，同时呢，在每一下脚尖点地的时候，我们的脚趾都有一个往回抠的力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把这个感觉找好。做的时候速度不用快，你一定要把每一下做到位了啊！你看，一下是一下做到位了，慢慢的把速度可以变快一些，然后就以这样的速度为一个基础啊，大家看。可以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然后呢，记住这个时间，然后每天呢就跟着我的这个节奏啊，你看去走，速度不用很快，就这样，缓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动作有个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是说你把这个架子一旦立好了，走上一个30秒到1分钟，你的这个心脏跳动的速度啊就慢慢一点点的上来了。而这个速度呢，它不会让你的心脏承受太大的压力。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区间，达到了一个运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大家平常在家的时候看看电视，把这个动作啊做起来，或者呢，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啊，就把这个动作练起来。每天去踩上一个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就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运化，又能够很好的加强我们心脏的一个功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的，记得一定要收藏下来，并且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最后啊，再讲一句，如果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练胯又练腿，到老不受罪。大家听这个顺口溜是不是特别的顺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胯部。这个位置啊非常重要，也非常的特殊，就和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我们的腿的根部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胯部。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啊，我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是哪里在转？就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啊，你看腿只要摆动起来，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一个大转子啊在里面来回的摆动。那么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感觉腿脚没有力气啊，走路没有劲，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啊，其实大多数啊都是他的这个髋关节，你看摆动幅度啊一天比一天小，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这个腿部的力量啊不够了。为什么说这个胯是腿的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属性啊，
就是我的这里，我的腹股沟啊，这个下面啊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血通道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是这里的一个总阀门，经常把胯给它打开，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血通道啊流向脚底的这个气血运行啊会越来越好，循环代谢也会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讲了这么多胯部重要，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它的一个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怎么样把我们的胯部给打开，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把动作拆分开来给大家讲细节。动作怎么做呢？你看腿这样去摆，摆好以后，你看转胯，转完以后踢，好，再回到原位，转胯踢啊，再来转胯踢啊。很多人看完以后说你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嘛，但是呢，你们自己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并不简单。好，现在我们来做动作的拆解啊。你看腿先往外，然后呢，这个时候注意啊，我的大腿啊要有一个微微的内旋，你看。把这个腿放外面，然后脚尖点地，大腿内旋。此时你会感觉这里我手指这一块有根筋扯着晃啊，这里呢其实就是大家紧的地方。小腹微微内收，然后呢开始怎么做呢？你看腿抬起来转啊转往外面转啊，转的时候呢，你看脚尖要勾着，勾上去到你的极限，哎，往外面转不动了，好怎么办呢？你看往下去踢。踢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啊，怎么去踢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腿是往外，你看旋着往外，然后我们往内旋去踢，看这个脚尖的一个方向，往下踢的时候脚尖下压啊！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玄妙啊，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把这里我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给它拉开了。同时呢，我们在转的时候打开了我们的胯，再往下踢的时候，促进了气血往下去走啊。所以这个动作如果不讲，你可能不会明白，就感觉这个动作很简单。我讲了以后，你们把这些细节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去练起来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动作，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做的时候啊，手一定要扶着墙。假设我这里啊是一堵墙，你扶着墙，你看，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的感觉找到。往我们的前方啊，去进行一个往下回旋的一个踢，脚尖点地啊，脚尖往下绷，然后回到原位，再来转踢啊，再来，你看转踢啊，就这样。你们做的时候刚开始一定要扶着墙，不然的话你的腿部不稳，很容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是身上在扭动。那么身上一扭动，你这个动作啊就立马就乱套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反复多看几遍啊，把这个细节给学到。那么你做完以后啊，活动一下腿，你看我的左腿没做，我的右腿做过，明显啊抬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般左右腿都要做，一条腿啊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就够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